环球大乱线，深入世界最前线。欢迎所有全球各地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董志乔，在这边祝大家平安顺心。马上为您介绍这集的3位来宾。我们第一位是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金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欢迎3位来宾加入我们今天的讨论。那一开始呢，还是要聚焦在现在全球的重点持续放在了中东现在的情势。美国总统川普呢，他现在是释出了更多的和谈资讯，然而现在有一个地方的情势反而是变得越来越紧张了，因为呢，这一座小岛之后的态势可能要全面升级。它是哪个岛？我们马上来告诉你，它就是伊朗的能源命脉哈格岛。现在美军在做什么事情呢？开始往中东集结更多的兵力，就是可能要对哈格岛下手了。我们来看看媒体《金融时报》给出的一些想法。他们认为美军的作战构想呢，就是用一些低空突袭并且快速占领的方式呢，搭载像是直升机啦、旋翼机啦这些可以低空渗透的，然后马上让这些特种部队呢空降下来开始展开它的夺岛作战。那这个岛为什么要去夺它？它有什么重要的地方？因为它可是重要了。伊朗有90%的原油出口呢，都是来自于这座岛，可以说是美军对它下手，就是直接掐住了伊朗的整个经济命脉，那迫使伊朗要这个只能认输。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非常大的场面，有没有点像我们打这个电子游戏什么 Call of Duty 这样，这个拿着步枪要突袭一个岛的感觉？但是呢，打游戏很简单失败可以重来，但是真枪实弹这样的军事行动是没有失败的空间的，大家都是孤注一掷来执行这个任务。好，我们就要先请厉将军来帮我们从这个军事的面向来彻底的分析，帮大家兵推这个哈格岛现在攻方的美国还有守方的伊朗，他们各具占有的优劣是什么？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哈格岛的地形，跟各位观众做个介绍。这首先我们看一下哈格岛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小小一个岛大概只有20平方公里这个的一个小岛。但是如果说你要通过哈格岛，很明显的2栖舰队势必要通过荷姆兹海峡。那我们看一下地形，荷姆兹海峡大概这边就伊朗来讲的话，几乎都是海拔到1到3000公尺的高山。那这种地形很适合这个伊朗的地面部队在这边做伏击阵地他在这边如果说是部署了对舰的导弹或者是无人机，可以对美军来讲包括现在可能全斯号或者是迪利波里号的2栖船团来实施攻击但是大家不要忽略了，美军还有2个基地在这附近，一个是这个位于卡达的乌代尔空军基地，是在中东最大的基地，还有一个是巴林是什么？是美军这个第五舰队指挥部的位置。另外来讲的话，这个科威特这北边这边伊拉克也有美军的空军基地在这边。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美军我认为它的空降部队会从北边这边直接巴斯的空降师会从这边进来夺取哈格岛，在那边实施空降作战。然后地面部队来讲的话，从巴林的舰队还有乌代尔空军基地可以在它遂行空降或者登陆的时候，从巴林还有这个卡达空军基地可以来实施这个空中的支援包括到密接支援或者是主角作战或者是制海作战可以从这边出发，避免可以经过这个荷姆兹海峡。可是有一点一定美军非要做的，就是他的2栖舰队一定要从这边通过。他2栖舰队说这边我们看到整个波斯湾周边都是陆地嘛，那你这个2栖舰队势必要从这边通过那这是第一个，我们周边地形介绍。第二个，我们看一下哈格岛本身的地形。那如果说是美军在这边实施2栖登陆或者是空降作战，我们看哈格岛这边很明显的冲到图我们都看出来，这个是这个油库的位置，这个油桶的位置，它势必要在这边这个避开这个地方，不管是美伊双方炮火，避免误击这个地方，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然后在哈格岛的这种西边这边有一个机场，那这个美军一定要先夺取机场，有夺取机场以后，才可以有利他82空降师这个用C-17运输机或者是空降这个低空的跳伞方式，在这边夺取机场，还有他后续的物资的运补，可以用飞机很快速的可以运补下来。
另外还有一个美军势必要夺取的话，就是这个港口。大家注意到这个码头，因为你重装备包括你坦克车、战车甚至大型的火炮，你用运输机来讲，运量还是有限，势必要用船来运输。所以第一个，它一定要夺取这个港口。大家看到这个港口很远，这是它装油的这个码头。这个装油码头，因为它要装的是30万吨级以上油轮，所以说它特别向外面突出去，吃水才够深。那同样的道理，如果美军可以利用这个港口，它大型的船舰就可以在这边登陆以后，然后可以这边利用这条道路来对这已经登陆的部队做后续的持续运补。当然，它周边还有一些小码头这个小港口、小码头。是。那我认为说是作战的重点一定是在这个地块，还是在北边啦。一定在这个，他一定要夺取机场，或先夺取这个小码头，才有利于他后续的运补。他这个小码头夺取以后，从巴林的这个运输就可以利用这2个码头来实施运输，也可以确保这一线的建立，利用这一线建立他所谓的滩头阵地线那整个作战的程序，我们先讲美军的作战程序美军作战程序，第一个一定是对这个岛上面的所有军事设施来一次用火力洗地。我们讲说的叫做密接支援，那登陆的时候做密接支援。那美军可以用什么样的武器先行做这个工作？它可以有现在所谓的 A10这个雷霆式攻击机，那戏称叫做油猪式了。油猪。它这个除了说是它可以带各型的对地攻击的导弹做精准的打击之外，它另外机头这个地方有一挺30机炮，这机炮每分钟可以打到3000发，是非常强而有力的。那最大的特色，你看它2个发动机是装在后面上面，它这个底部来讲的话，因为它本来就是对地攻击机，它就有预防到，等于说一辆会飞的坦克，所以底下那个厚的钢板，你用一般的机枪是打不穿它的，所以它的防护力是很强的。我认为它一定会用油猪式这个战斗机，从我刚刚讲的卡达尔空军基地起飞这个来这个地方做这个掩护、密接支援，还有先期的火力攻击。那第2款它可以用的是 Apache 直升机Apache 直升机也是一样，这个它底面的钢板也是很厚的，可以防止轻兵器对它的射击。那飞行员是在上面，它这上面有一挺机炮。那这个机炮的强在什么地方？这个射手他眼睛看到哪里，那机炮就瞄到哪里，是非常的精准。那在第1次波湾战争的时候，他带的导弹对战车的攻击，战力比是1:16，不0:16，他一架直升机就可以打掉16架的这种坦克车因为它有可以携带16枚的地狱火导弹。除了这个以外，它可以带火箭炮，所以火力是非常猛的。这是美军制空作战。紧接着我们看，如果登陆初期的时候，它海军陆战队可以用 AAV7这2栖登陆车，从这个迪里波迪号或者是全世号这2栖攻击舰上面带着陆战队官兵直接抢滩登陆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它这个迪里波迪号上面还有的语音式的直升机。所以它不见得是要用跳伞它用语音式直升机就可以将人员来讲，这一架直升机大概就可以带70-80名的这种陆战队的官兵，直接用机降作战，很精准的着陆到他所望的地区来实施精准作战。那我们看一下伊朗有什么反击力量？伊朗当然它的地面力道是比较强的，它第一个它的优势，这个哈格岛距离伊朗的本土大概只有25公里，也就是它的无人机是100%可以攻击到这个地方第2个来讲的话，我今天特别去找了一张照片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是伊朗的监测型武器叫做沙哈克 H3 型的监测，它类似刺针飞弹，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很小一根，它不大。所以它的杀伤效果不大。那你如果说对 A10攻击机的话，其实我觉得效果不大，可是可以将它击伤这个应该是击伤没问题。可是你要将它击落，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今天有一则最新的新闻，就是美军有一架 F-18战机说是就是被这种刺针飞弹打到的到底有没有击落？美军现在是说否认了，但是我认为说是可能没有击落，但是有击伤。因为 F-18它本来舰载型直升机，它的这种防护力
安全防护也是很好，设计很好。但而且第二个，再加上你看这么小一个的刺针飞弹，它的弹头杀伤效果有限。你看弹头就这么大一颗哈，弹头这么大一颗，大概爆炸威力大概我想了不起一颗迫击炮那种爆炸威力，对战机来讲可能不构成这个击落，可是造成损伤是会的啊。听说就是这款飞机来作战，所以我认为说是如果说是双方这场战斗来讲的话，可能这个伊朗会不会采取的可能我认为是类似关门打狗的战术啊，我让你的这个低力玻璃号进来之后，我封锁这个港口，我之后在这个港口封锁掉哈，这个用鱼雷或干嘛，这是第一步他可以做的哈，甚至于他就可以在这边先起步的，根本不让你进来。如果你要进来之后，他封锁住之后，你可能更不容易出去，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它可以在先期这个，我想说哈克岛这个小岛上面，它已经先期战场经营了很久。那它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因为双方来讲都不能打中这些油桶，这些储油槽如果说一旦被命中的话，对全世界的能源是一大的危机。那我想美国也可能不愿意造成这种伤害，以免整个这个通货膨胀啊，这是伊朗的优势在这边。当然，它第二个优势是沿岸这个地方，它可以借着沿岸这个地形部署。它的对舰攻击、对舰导弹或者是这个无人机哈，当你登陆上去之后，它会打什么地方？它不见得会在岛上跟你决战，它打你后续的船团。你从这边出发，从巴林出发的船团，或从这边出发船团，它从这边对你攻击。你要知道，登陆作战一旦后续的船团没办法持续做后勤补给支援，那你可能在那边。战的时间就不久，就像越战的时候，德浪谷之役，美军的空降部队下去以后，机降部队下去之后，一个营下去，但是被北越的军队包围，它后续来讲没有办法持续的运补，因为每天消耗的弹药量或者伤患的厚重是很重的，在这种状况下，那时候美军就这个后续来讲，他必须这个认为失败，就主动撤出了。那我认为这个浴血这个哈格岛哈，后续来讲，不要认为说美军没有胜算，美军有他的计划，然后伊朗也有他的这种战法，所以后续如果美军真要在这个登陆，我认为会是一场的血战。是，好，谢谢李将军这么详细的分析哦。哈格岛刚才我们从武器还有可能的战术哦，确实现在码头跟机场还是最关键的2点。好，美军还没有展开这个夺岛的第一步，但是我们先帮他想到，如果真的攻了，并且打下来了，第2步关键的就是能不能守得住。现在前美军的中央司令部情报主任吉布森他就强调，一旦登岛成功的话呢，美军的立场就是转攻为守了嘛。那所有的火力啊，在集结在中东的这5万美军，就是来优先保护这个驻岛的部队。那军事专家分析呢，一旦美军真的拿下了哈格岛，那伊朗也可能要跟你玉石俱焚了，祭出这个焦土政策，就是宁可炸毁所有的油气设施呢，也不要让你美国人拿下岛上剩余的这些好处，这块肥肉。好，如果这个剧本真的走向现在这个极端的发展，哈格岛争夺战，美军想把油气设施当作来抗衡伊朗的一个筹码，但是否想得太简单直白了，也低估了伊朗可能不惜鱼死网破的他们的一个决心。那玉石俱焚，如果真的弄下来，自家的高达90%的原油出口依赖的地方也给你炸毁，伊朗真的可以狠下心做这件事情吗？赖老师，你的分析？您不觉得这一个整个逻辑都不通吗？就是说目前所放出来的讯息逻辑是相互矛盾的。先看一下美国的财政部部长贝森特他所制定出来的新的规则。这个规则是什么呢？就是伊朗可以卖油，可以卖油，30天豁免。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任何国家组织都可以向伊朗买油，而且是按照国际油价买。而且不会受制裁，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平抑油价嘛。对，因为国际的油价涨那么高，所以你向伊朗买油，向俄罗斯买油，然后这样的话把油价往下压一点，对不对？好，那既然是如此，30天，那他如果占领了这个伊朗的油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油岛，好了，你占领这个油岛，你要把它运出去，那你如果运不出去呢？那伊朗的油就出不去了嘛？那伊朗的油如果出不去，那你豁免了那30天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伊朗的一滴油都运不出去的话，油价又往上高了，油价又往上高，那俄罗斯又不卖给欧洲了，
那这样的情形下，欧洲的一片悲惨，那国际的原油价又往上飙，那意义在哪里呢？好，这是我们讲的，就是说，你说你要占领这个油，你要油岛，那你拿的目的是你要拿到海外去卖，那你的赫尔木兹海峡能不能打通？你目前是打不通嘛？对，所以沙特也好，阿联酋、巴林、卡达等，他们的油气就出不去嘛，油气出不去，所以油价才会高。那你不觉得那赫尔木兹海峡要不要占领啊？如果不占领，那你占领这个油岛意义在哪里？好，即使我们就讲伊朗没有把你油岛的油设施摧毁，那你占领了油岛，你要把油采了，你还是要卖出去。你卖不出去的话，伊朗的油又没有卖出去，国际原油价飙涨的不得了，你不觉得这很矛盾吗？所以我个人你把它拼凑在一起来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怪的不得了啊！啊，难道就是这个岛吗？好，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占领了这个岛，不代表你能拿到伊朗的油因为并不是从这个岛底下去产油对，这个岛只是一个初加工，也就是说，伊朗在它的本土内把油采出来了以后，把那油送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以后进行加工以后，然后就上船，从这个地方运出去的，所以它是一个加工的设施。那也就是说，你夺了这个岛，不代表你就拿了伊朗的油，伊朗可以把油管关掉。关掉以后，它从另外一个管线，因为伊朗已经早就在预备另外一个管线了，所以从另外一个管线把油装进去以后送出去，然后把你困在这个地方。那请问一下，我把这个设施不要了，我专门来打你，那我设施我也不需要，以后反正你到时候赔偿的时候，我再把油恢复过来。你不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吗？扯了半天，我都觉得这个难道不是美国故布疑阵吗？也就是说，美国。你的两栖攻击舰又穿越不了赫尔木兹海峡，除非你把赫尔木兹海峡的用火力压制。你要压制以后，你才有可能两栖登陆作战。你不然的话，你只能够采用这种空降伞兵82空降旅的一个作战。那你在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就显得很脆弱了。所以你如果一定要两栖，也就是31旅跟82旅的搭配。空海的搭配作战的话，你就一定要用火力压制赫尔木兹海峡，所以很可能霍尔木兹海峡的火力的攻击战反而是非常猛烈。不然的话，你怎么掩护你的这两栖攻击舰穿越这个海峡呢？好，刚刚赖老师帮我们提出现在美军一直在不管是透过这个军方的说法，还是透过媒体的说法，都让大家把聚光灯放到这个哈格岛争夺战上面。但其实赫尔木兹海峡还是能否通畅才是一个关键。因为现在呢，如果持续封锁下去，大家势必要找替代方案啊，没有办法等待这个油出不来那么久。替代方案在哪里？红海路线呢，当然是一个选择。不过伊朗放话了，如果美军胆敢对哈格岛有任何的动作，他们也会将这个开辟红海战线要给老美一个惊喜。好，红海是通往苏伊士运河的要道。之前我们的这个长荣海运在那边有这个出过一些事故可是把全球的物流塞出了一个乱子大家都还记得吧？那现在如果万一红海也变成了风险路线，然后全球两大的这个运量的动脉都同时受阻的话，全球的经济跟物流会有多悲观？这个油价会不会喷到天上去杨老师？红海的重要性就是它在连接欧洲跟亚洲之间的航运。那如果走非洲的好望角的航线的话，至少要多10天到15天的时间。那时间就是金钱了。那所有的保险费、航运以及整个供应链的时间也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它这个冲击其实是难以估计的哈。那伊朗有2种方式去影响红海的，就是它的这个海运。第一个就是帮助在这边也门的青年运动。或者是我们叫胡塞组织，那目前胡塞组织在这几天也都不断的在喊，不过他动作还没有出来，所以可能是当做一个伏兵。那伊朗也可以直接怎么样？也可以直接就是飞弹就打过去啊，因为距离红海大概比距离特拉维夫在就是从伊朗的角度的话，可能也最多是多100公里的这个航程，所以也都在差不多1200公里范围左右。所以以色列到现在为止被伊朗打的是几乎是体无完肤啊。怎么说？因为他到现在为止受伤的人员已经超过5200人啊。我们知道前2天以色列的核弹基地也被2枚伊朗的重型弹道飞弹击中，而且很准。那所以呢，他要去直接打
那么窄的红海的航道其实是有可能的。那所有的它只要一枚飞弹靠近这边，那所有的航线都被迫要改航。所以他用这种是跟你叫一种就是说以牙还牙，而且是相互保证毁灭啊。所以我们现在从战略的角度哈，美国没有那种绝对没有任何的利益战略利益说要跟伊朗去所谓的完全的摊牌。所以，任何现在攻打能源设施、夺岛或者是地面的行动啊，基本上是对美国而言是绝对的损失，而且伊朗会采取所谓的就是相互保证毁灭的这种方式，玉石俱焚，这不符合川普的利益，完全不符合。那但是呢，现在大家都在准备这种最坏的情况的打算。了解。好，刚才杨老师帮我们提到哈，就是以色列被伊朗攻击了体无完肤，这是会延续到我们待会也要回来讨论的，就是这场交锋。现在看到以色列已经出现一些受伤的状况了，那么总理纳坦雅胡呢就把他的妻小先送去美国给避难，但这个行动引起了一些争议。另外呢，高贵先进的大炮军武，如果来跟平价好用的鸟炮武器呢对决上的话，我们来看一看真实打起来的数据里面有哪一些可以探究的点。更多精辟分析，我们待会回来告诉你。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环球大战线持续来分析中东现在的最新情势，我们要带你看懂背后的脉络。美国现在呢，动作是边谈边派兵，怎么说？他们调度了更多的军事力量，持续在往中东做集结。而伊朗方面呢，也不示弱哦，因为伊斯兰革命卫队哦，持续是对美以的单位发动了攻击。25号的时候呢，他们就把目标对准了美国的航母林肯号的身上。那美军证实啊，确实有受到伊朗对林肯号发动的攻击，而且数量还不少哦，有101枚的飞弹。还好啊，这个林肯号的设施算是很先进啊，全部都成功被拦截了，所以是毫发无伤。但这个对于伊朗来说，它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了嘛，因为林肯号被攻击了，它势必就不会待在这边当活靶子，所以它也移动了。那么这个就逼退林肯号的目标达成。那么伊朗扬言呢 ，I'm watching you 哦，虽然你已经离开了，但是我还是持续关注你的位置，感觉有什么风吹草动，其他的这个武器继续往你身上招呼。所以伊朗扬言紧盯这座海上堡垒的同时呢，伊朗的军方还做了什么事情？也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开始展开了全面追捕。这个全面追捕可能是地煞的一些模式哦，更多的这种谍报战正在上演。好，现在海面跟陆面通通都有行动。李阳军想请问，你现在看这个战场，我们现阶段走到一个哪个阶段性的步骤了？首先我认为说是，如果说伊斯兰的这种导弹要攻击到林肯号，可以说是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林肯号绝对不是就孤零零的一艘航空母舰在这边哈，它周边有很多的所谓的护卫的军舰，包括伯克级的驱逐舰等等在里面哈。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这个林肯号自己本身它有预警机，你任何导弹或者是飞机接近它，它都可以实施预警。它自己本身也有战机哈。对。那之所以说川普说这个发射101枚导弹，我觉得川普也是在乱讲了哈。为什么？因为以伊朗现在它的导弹是很珍贵，它不太可能会浪费101颗的导弹，但是有可能是无人机哦，有可能是无人机。那川普把它讲成导弹是。那要拦截这些无人机来讲的话，我想说以林肯号自己，因为如果说是这个见证者136，它的时速只有100多公里，如果这艘林肯号距离只要海岸线300公里来讲的话，你这个见证者在海上就要飞3个小时。我们合理来算，这3个小时足够林肯号可以很充裕的时间，它起飞它的战机以后，将你的无人机击落哈，根本连导弹都不需要浪费。就算是你真的接近到它这个2-3公里之内，它自己本身也有方阵快炮可以将你击落。通常一艘航空母舰它的防卫的半径是400公里啊，包括它的预警范围能力啊，以及它能够拦截的范围大概是400公里一个半径这种长度。所以说伊斯兰这个如果说要打到林肯号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为什么不可能打不到？他还要这样做？我觉得他很明显的就将你林肯号逼退距离我海岸线最少这500公里之外，才能够确保你的安全嘛。
如果说你在400公里之内，我无人机万一不小心这个总是有漏网之鱼，如果真的打到你，你就吃亏受不了。所以那往后退对伊朗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争取它的预警时间啊。我们现在昨天我们上一节我们还在讨论的，就是美国有一架 F-18战机哈，这个传说中被伊朗击落。F-18战机就是从林肯号起飞的，因为 F-18就是林肯号的舰载机，而且他后来说这个坠落在这个阿拉伯海，那可能性极高，它可能被击伤以后要回到林肯号的中间过程之中是不是受伤啊？有没有回去我们不晓得了，这看美军去这个讲。但是关键就是重点是说这架战机是从林肯号起飞的，应该是没错。那如果说我将你林肯号逼退到400公里或500公里之外，当然我就可以增加我预警时间，增加你攻击的困难度，因为你在海上要多飞这个500公里这么远。那这个我们知道海岸线距离德黑兰还有1000公里这么远。那当然你如果达到我的作战领空，这个依照你的油料，你可能本来预计可以有30分钟的滞空时间、留空时间作战。那因为你消耗掉你的航程之后，你的作战时间可能只剩下10分钟，不够你攻击。我觉得这个是战术上的一个运用。可是你要打航空母舰这个伊朗是打不到。可是有一种方法可以逼退、击落航空母舰，那就由最强的堡垒要由自己内部来做攻击。啊，福特号不就是被击落了吗？可是是不是这个伊朗发射导弹去打到福特号？不是，是福特号自己的官兵在里面放了一把火，把洗衣房烧掉。那我们现在看到福特号因为这把火就回到希腊去拯救去了。所以最强的这个堡垒要由内部攻破。这个福特号证明了这句话给我们看。了解。好，现在不止这个美军的林肯号被盯上了，伊朗也对另一个敌对势力呢持续发动打击，就是以色列继续对特拉维夫这个狂轰猛炸。那如果说这个三方战争有一个人在把敌人打死打残之前，他都不想结束的话呢，那就必须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了。所以他之前就下令，往后的48小时要继续全力轰炸伊朗的军事设施，就是要抓住每一可能进行弹劾之前这个短暂的窗口，把握时间我能打多少算多少。而且呢，对黎巴嫩南部以色列也是大有动作，他们派遣了这个地面部队去占领但这个举动是让联合国都看不下去呼吁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好不好？那以色列呢？好，你要当这个一战再战的硬汉没有问题，但是总理大人作为这个国家领袖他不带头表率，自己的妻小呢先送去美国，好不好？先安全。好，这不就是标准的这个我争了很多人家的儿子上战场了，然后自己家的呢送去美国，这是把人家西北料，很标准的一个双标。所以这边有2个问题想请教来宾首先就是以色列这个毫无收手，持续加强轰炸伊朗，甚至扩大征兵到40万这个后备军人的举动，是在盘算如果美国要抽身了，不玩了，那我以色列也是要独自跟你伊朗，还有你背后这个什叶派的势力，我要继续跟你死磕到底吗？教授？我觉得可能不完全要朝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我觉得以目前以色列所面临的处境，坦白说，对于内塔尼亚胡也好，对以色列也好，也不利。他已经被边缘化了。本来是美以联军就是联合对伊朗作战，可是您看现在传出来的所有的美国要跟伊朗进行谈判的时候，没有以色列的份了，是他被排除在外了，这叫做什么？被边缘化。那也就是说，现在对以色列来讲，他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的问题是在于，如果美国跟伊朗他谈好了呢，那我以色列怎么办？是，那因为伊朗现在已经提出5个条件了。这5个条件里面有一个条件，赔偿坦白说好解决了，因为按照美国过去的案例来说的话，他赔偿可以叫日本人付钱，因为以往就是日本人就是付钱嘛，还有可以叫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相关的国家付钱，美国人是不会付的，可是他叫可以相关国家来付，所以我觉得这个赔偿这个问题不大。是。可是它比较大的问题是在哪里？是因为伊朗这一次的要求是连敌对的国家全部都要停止战火。那敌对的国家就包括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真主党南部，也就是黎巴嫩南部的攻击，以及包括对于也门胡塞组织或者是对于哈马斯的攻击这个可以广义解释。没错。但是更具体的来说，就是对真主党的攻击已经列入谈判的条件内。可是你看，跟以色列有关的谈判，以色列没办法参加。这个对于以色列来说的话，他已经没有安全感，而且很明显的，美国特朗普完全没有意愿
也没有意思要内塔尼亚胡来跟他来谈判。换言之，也就是说，这个如果真的是有谈判，目前来讲是没有谈判了，目前来讲就是传话而已。那川普也好，本人也好，或者是他的发言人，把传话上纲到说这就是谈判。坦白说，这个在严格谈判的定义上来讲是行不通的。是谈判我们可以分为直接谈判跟间接谈判，可以。直接谈判就是我跟你直接谈嘛，那这就是我们两个在一个物理空间的相同的情境下，我们两个就直接进入谈判了。那间接谈判，也就是我们也可以在相同的物理空间，可是我们进行间接谈判。例如说，我跟这个副秘书长这个他假设他穿梭于我们两个之间的矛盾，那我有什么话跟他报告，跟他说，他来跟你说，然后你有什么话跟他说，他来跟我说，可是我们两个就是不谈。对。那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叫做谈判，这叫做间接的谈判，可以在同一个物理空间的情形下。那目前美国没有进行到这里，目前美国只是透过第三方做传话。是好，那美国把它做成谈判，可是连传话，以色列都被排除在外，他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他已经被战争边缘化了。而且你看现在所有的新闻报道，没有人在乎以色列他打了伊朗什么，但是更多的报道是以色列被伊朗怎么打。那你可以感觉出来，就是内塔尼亚胡本人也好，这样政党也好，或者是他对于面对他的反对党国会来说，他越来越孤立了。那对于他来讲该怎么办？那当然就是动员，把美国人拖下水，不让美国人脱离战场，因为看起来是要脱离战场。所以如果不让美国人脱离战场，最好的方法是把地面部队投进去。如果能够把地面部队投进去，扩大这个战火，扩大这个战场的话，包括对于黎巴嫩南部的一个占领，包括对于伊朗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攻击，甚至地面部队投进去的时候，你美国如何脱身？那当然这个就涉及到一个风险，这个风险最高的就是什么时候美国的白人跟犹太人跟美国的犹太人翻脸。因为当美国的白人真的跟美国的犹太人翻脸的时候，美国的犹太人还是会怕的。平常他可以有雄厚的资金，可是一旦翻脸了，那些地位资金就不重要了，因为随时可以把你没收。好，我们第二个问题要请教杨老师哦。其实之前台湾也讨论过非常多次，就是一旦当国家领袖或是其家属拥有我们所谓的双重国籍的时候，然后一旦遇到危机时刻呢，我自己先落跑这样的讨论。现在纳坦雅胡的妻儿送去了美国比较安全，但是在以色列内部就引起了一些舆论的炸锅。那你觉得这件事情有道理吗？内塔尼亚胡2个儿子，一个女儿。这一次的问题是他的2儿子叫阿夫纳。不过阿夫纳这个情况是比较特殊，因为2年前2024年的时候以色列跟就是也受到伊朗的轰炸的时候，他的儿子其实要结婚，叫阿夫纳，结果后来就婚礼延后。婚礼延后到什么时候呢？到2月底的时候，今年的2月底，所以他等于是今年又再一次的延后。是那当然他的结婚对象应该是美国人。所以整个婚礼延后的2次，他自己都觉得对不起他的儿子跟他的太太。所以，然后我就没有再看到相关的新闻，是不是因为他这一次要去准备婚礼？那准备婚礼是不是表示战争要结束吗？我们也不知道。人家在打仗，你在结婚，还是说是因为战争可能都要这个扩大征兵了，所以叫他赶快走？不会，因为他其实年龄也不小，之前也当过兵差不多10年之前的时候当过兵，所以。我却不是很清楚，说他们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离开，是不是跟那个婚礼有关啊？那但是内塔尼亚胡，美国很早之前就说，这个战争是一个人的战争，就内塔尼亚胡的战争。对。但他把川普卷进去之后，去年卷进去，今年更整个扩大变成一种战争。那可是呢，现在川普要去跟内塔尼亚胡切割，显然伊朗要去分化美国跟以色列。所以内塔尼亚胡这几天呢，就扩大对于真主党跟伊朗的轰炸攻击，因为他怕美国可能会达成一个很快的这个协议。可是他扩大征兵，他也担心马上战争如果结束，被美国要求要结束的时候，他怎么回应？对，他因此要把这个情势弄得更僵。那如果被迫就是停战的话，那接下来10月7号的这个选举。他本来就已经不看好了，经过这一次的战争，而且以色列我刚刚提到死亡18人，受伤5200人的情况之下，其实城市的重建会很多的怨恨的，
所以对他的选举也会不利。因此，他是不是要把这个战争再扩大？那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会不会直接就等于是针对伊朗的能源设施或者是岛屿进行攻击，然后使得伊朗被迫要扩大反击，而使得战争就完全没有回头的路，而谈判当然也变成这个机会不大。那这个是内塔尼亚胡现在可能大家会担心他的作为。是，好，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跟3位专家来专业的分析哦。伊朗这边评价好用的不对称作战是如何一点一滴消磨掉美军的耐性，还有他们昂贵的防御武器了。而这一套战争经济学呢，究竟谁玩的比较溜？我们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环球大战线，我们第3趴要讨论的主题呢是军武的实战数据大比拼哦。来看到这份表单，我们的制作团队整理得非常清楚。观众朋友，你知道吗？这一场战争呢，正在改变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未来的战争形态哦，不再是比谁的武器最贵、最精良，而是要比谁最狠、谁最敢打一个消耗战。我们来看到全球军费第1的美国，过往呢就代表着我的科技最强、武器最昂贵，一套萨德系统啊就要这个10亿美元以上。那么一架 F-35战机呢，也是大概8000万到1亿美元哦，非常昂贵的单位。但是伊朗现在是怎么玩的呢？他们仅用这个造价3.5万的无人机啊，这个用廉价的武器配上蜂群战术，就足以跟美国还有以色列打的是有来有回哦，把你拖进到他们喜欢的这个泥巴战的这个节奏里面。好，人员上数字我们先不说，光看账面上的损失，美军有4套的萨德系统遭到了摧毁 ，F-35这么先进的战机啊，也首度传出被击中。另外包括死神无人机啦、空中加油机 F-15、F-16等等的，都传出有一些损伤哦。我们一一来看。说到这个 F-35战机呢，是美军第5代战机的这个可以说是代表扛把子的存在啊，单价8000到1亿嘛，非常逆中的代表性，资讯的整合多用途，而且它的维护成本极高啊，要养一架真的是不容易。那现在呢，这个还受到了摧毁，那就是非常对它的名声还有定位上呢，就是比较有伤害性了。另外也是攻击属性的，像是 MQ-9。对不对？3000万美元，它可以长时间监控，一直飞。还有 F-15跟 F-16，过去是这个先进机种，那到现在的美军体系里面呢，也算是比较物美价廉的存在。但是他们现在都被这个伊朗用这些平价的战术啊，开始被消耗掉。我们知道这个10亿美元的萨德系统，你不要小看这10亿美元，这对一些小岛国或是低开发国家，这已经是1年的 GDP 量了。然后就在这一整套系统现在被摧毁，可见这背后这个损失有多大。那伊朗这边呢怎么打？他们用这个见证者无人机，一架2到5万美元就可以来打你，组成这个自杀机海，饱和攻击，主打一个量大管饱。好，然后美以你想想看，要花多少的高单价的装备来阻止这些低单价的自杀无人机。另外，泥石飞弹 Sajil 对不对？然后还有其他几个东西，像是反舰飞弹啊、水雷啊，这些都是一些非常低成本，但是结合上伊朗的地形，结合上荷姆兹海峡之后，非常粗暴好用的武器。然后说到我们这么多的这个军武分析，就势必要请教一下厉将军了。我们看到美国现在用大炮，伊朗这边用鸟炮，但是双方打起来有来有回，这一场实战有没有颠覆了五角大厦之前的预判？这个东方跟西方的军事思想本来就不一样哈。这个欧美为主的军事思想，他们讲究的，我将它形容成一场像是打梭哈那种概念哈，就是不是欧印，就是我一个比你大，你是这个无赖，我是2条我就赢你，对不对？你有2条。我是3条，我就赢你哈。你是顺子，我同化大顺我就赢，就一个比一个大。所以你看他们这个美国他们发展的武器都是这种概念哈。这个整个武器的发展，当你只有这个步枪的时候，他就发明了机枪扫射你；当你有机枪发明的时候，他就迫击炮；你有迫击炮，它就是榴弹炮；你有榴弹炮，它就是导弹；你有导弹，我就是这个更远的战机哈。就一个比一个强，一个火力比一个远哈。大概美军是这种靠这种概念，我就一定要压过你。但是这个东方的思想
这个不是这个样，东方打的是智慧，不是光靠武力我强势就可以赢过你。我将它形容什么？有点像是打麻将，你知道吗？打麻将就怎么讲打麻将？你看麻将，我觉得很有意思。当然，我用这个赌博的方式来形容，可是大家可以去体会到哈，就是你麻将上来，就算是你一手烂牌，你都有机会赢。是不是说我一开始我牌局不好，我就认输，这个就投降了？比如说我们当然有打麻将的朋友应该都听过了，国士无双哈，他最烂的牌，可是他变成是说天下最这个好像胡的这个数目最大的牌，所以你只要说是运用你的智慧，你去经营，你虽然一开始你是一手烂牌，都有机会赢。那美国到现在跟伊朗这次战争，我们看到哈，双方已经不是在比拼谁的火力大，已经在比看谁比谁会烧对方的钞票哈。所以伊朗会烧美国的钞票，还是美国会烧伊朗的钞票？那伊朗现在我们看到它的这种武器来讲的话，其实它都是低成本，反而美国这次在这次战争里面哈，我们看到它的这种消耗率是非常大。我这边有一个数据可以给观众做一个参考。美国打到现在哈，这3个礼拜，它大概所有的费用里面哈，大概有一半是花在防御的武器，包括我们讲的萨德系统或爱国者是防御的武器，就一半哦。它用在攻击的武力方面，这50%里面的80%哈是高端武器，就是它的精准的，包括战斧型巡弋导弹包括到远程的这种基地这个制导武器，都是高端的。单价都非常高的武器，那真的用到低端哈，可能只有10%不到哈。所以包括到我们讲说是他后来他发现说这个仗打下去，钞票不够烧，他将一般的这种空投的炸弹改成叫做滑翔炸弹，甚至于他也去研发，我们都听到他这个用伊朗的见证者136研发无人机来做低价位成本的打击，所以很明显的这场战争这个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整个战争的格局一定有所改变，而不是靠你这个谁的武器贵，谁的武器精准能够打胜仗，反而是看谁的这种量多，谁能够运用智慧，才能够掌握到战场的主动跟优势。好，没错，伊朗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田忌赛马的这个东西利用我自己的便宜货去打你的高端货，甚至就把美国这个后面的经济整个战争机器的损耗呢，跟这个消耗全部都提升上来了。好，而且更让大家想不到的是，你能用这种低成本对抗美以就算了，甚至伊朗还有余裕跑去打人家海湾国家，也不怕被群殴。那么伊朗所处的地形险要，或者是他们波斯民族的民族性，还是信奉什叶派的狂热圣战士也好，种种原因，能以这种战法现在持续跟美以对抗，这是它的根基嘛？如果换成一套国家，换成一套信仰体系，杨老师觉得这种战争还行得通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叫不对称法律，或不对称法则。那伊朗在整个目前这个战争当中，有多项的不对称的优势展现出来。军事层面我们就不用多讲了，对，那但是地缘层面这也很清楚，是，就地理层面也很清楚。那但是地理层面比较特殊的是，不只是它自己本身的地形，而是它跟以色列也距离在1000公里以上同时呢，美国在这边是它的基地，而不是美国的这些所谓的领土在这里，所以打你的基地其实也是有限的基地那因此呢，这种不对称，它第3个不对称就是它掌握住荷姆兹海峡。那因此呢，在这3个不对称的情况之下，你不敢去跟它做大规模的这种 all in 的所谓的地面作战，或者是能源设施是相互毁灭，它做不到，因为最重要的是另外一个不对称，他受伤5000，他只要伤你1000，你就受不了了。你在这边的基地有限同时呢，以色列的范围也有限。以色列现在受伤5200人，美军在这里的基地大概都被炸了一遍。那同时，这些海湾国家也不敢去打那美国现在看更不敢去进一步的去做任何地面上的攻击，所以就要求谈判，要求要退出，要下台阶。那伊朗就掌握到你这个目前的心态，而且掌握到他自己的不对称，所以他的无人机跟他的
导弹呢就到后面这个阶段呢，越来越具有这种影响力。是哦，那当然你刚刚提到的所谓波斯或者什叶派，这也就是它再加上它的这个地理跟地缘的因素，使得你对于真的进入到伊朗去打一个过去的越战或者是伊拉克型的这种战争，你感觉到它的这种对抗的能力呢，一定是更为强劲。是，所以呢，就会更加的吓阻你进入到真正的地面战争。好，这一次昂贵的萨德系统被毁，然后 F-35战机也受到了一些影响。过去美国强调少而精的高科技压制，感觉现在就被伊朗的不对称对战给打穿了嘛？那这是不是给了其他国家一些启示啊？未来战争的格局，除了我们都知道无人机这是一张绝对的王牌之外，赖教授，你认为这场战争之后有哪一些战争思维可能要被改写？我觉得影响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大，顶多就是2条腿走路，但是主流还是高精密、高尖端的科技为主。那您刚刚提到的这种廉价的无人机、廉价的导弹，它只是为辅而已，而且呢，由于它的廉价，所以它并不是不可破解。换言之，也就是说，如果你对无人机的，因为它一定要是所谓的无人机，还是有人操控，是，所以它最主要的是透过通讯来操控它，遥感来操控它。它电波被破解以后，可以接管的，可以接收的，甚至还可以被诱敌转向，然后去反用在它自己发射的本身啊。所以这个并不是可以改变战争，只是说因为美国原本没想到。但是我们知道，例如说在93阅兵，去年的93阅兵的时候，中国大陆就已经展现出它对无人机的这种捕捉能力，跟抗干扰能力，还有栖地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看到，事实上在去年的时候，大陆本身在93阅兵场的时候，在的外围已经有很多的这些无人机的这些反无人机车都已经在旁边巡逻。我还记得小舰长那时候他有去参加93阅兵，对他拍了很多当时他们所观察到的照片。然后它是用在地面的移动部队，它也被用在舰上，也就是说很多军舰、很多导弹驱逐舰都已经被用上去了。那也就是说，事实上在中国大陆的发展中，早就已经把这个无人机考虑在内，只是说美国没有而已。对，所以美国在这次比较大的受害。可是我觉得高科技的东西是你无法取代。我举个例子，例如说您刚刚提到了有关于伊朗这个说发射了101枚导弹去打林肯号。对。那这个是属于这个中程的反舰导弹，1000多公里外，1000多公里外打了101枚，没有1枚命中。但是如果它是中国的这个东风21D 呢，或是东风26D 呢，那也就是说东风21D 它可以打1500公里到1800公里，1枚就够了。而且中国已经实战在告诉你美国的眼皮底下，也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大陆已经告诉美国人说，我会在南海打一艘移动的船舰，美国也把情报船派过去了。那中国大陆蹦一下子1枚出去，蹦那个船在移动中的就被击落。美国从此以后就相信，这叫做实力说话，拳头说话，就相信中国有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反制能力、反导能力，那1枚就够了。对，而你伊朗打了101枚。一枚都没有击中，所以高超音速还是有精密的导弹，还有您看，你说 F-35被击中没有被击落，但是问题就在于伊朗的制空权并没有获得，那也就是说伊朗的战机根本飞不起来，而美国的战机还是在飞，这代表什么？高科技的武器还是占有绝对的优势，所以我个人认为高科技的东西不会被取代。那但是问题就是它会辅助这些廉价的、便宜的东西来作为消耗而已。了解。好，下段节目回来呢，我们就要把焦点从荷姆兹海峡转向南海了。我们来看一下现在陷入能源危机的菲律宾，主动要求和中国大陆了，从南海对峙到现在重置。小马可斯总统这场豪赌，中国大陆会买单吗？我们待会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回到环球大战线的节目现场，我们最后的讨论呢，要来看到的是，当生存危机，也就是能源呢，迫在眉睫之际，海水退去的时候，亚洲现在哪些国家在裸泳呢？我们来看英国媒体 BBC
就报道说，我们这次亚洲国家可以说是能源危机的重灾祸。你别看我们的地理位置跟中东、跟荷姆兹海峡有一段距离哦，但是呢，这个荷姆兹海峡的石油跟天然气有90%哦，都是运往我们亚洲国家的，包括东北亚的日韩、东南亚的泰国、菲律宾，或是人口基数比较庞大的印度跟中国大陆，大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一些影响。不管是你的产业链、你的制造业、你的服务业，乃至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呢，都要拉警报。有些国家现在就都不希望你开车了，尽量做一些大众运输工具，还要限制你怎么洗澡的时间，诸如此类的。好，当这个中东的石油还持续卡在峡湾里面，然后我们说远水救不了近火的时候，被迫形成了大家的孤岛能源效应。那非常时期有非常做法嘛，我们就来看看，姚老师，你觉得这件事情会不会让现在亚洲各国重新来思考一下大家的能源政策，乃至我的外交国际关系可能现在要转向？以前我们问同学，能源问题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还是军事安全问题？那美国人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答案。对，但现在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答案。能源问题就是能源问题，也就是它的重要性啊，已经提高到其实跟安全议题、跟经济议题同样的重要。是，所以尤其是能源安全的议题，它已经具有相当的主导性，在今天的国际关系，在今天的国家的利益、对外政策层面，所以能源安全的问题在这次的战争当中啊，更进一步得到确认。所以你看，当大家看到要打起来的时候，大家都劝美国，你千万不可以去打伊朗的所谓发电厂啊！不只是会造成核灾，根本就是会造成整个能源的中断。那个时候，荷姆兹海峡已经不重要，因为根本没有船会经过了。所以，能源安全的问题会使得许多的决策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它有一定的韧性哈。那举例而言，在这一次的护航的要求当中，所谓的荷姆兹联盟，那各国就保持距离啊？为什么？我们在护航的行动当中，跟被卷入战争，那有2个议题了。所以，因为能源安全是有一定的韧性，所以它没有完整的被破坏之前，它其实在避免卷入战争层面呢，我们在能源安全层面还是可以去忍受一下。所以，我们会有战略石油的储备，对或者是说呢，在这个能源的采购上会分散来源。所以，这个就是说，在决策上啊，如果你是及时的这个战争，川普就不懂了啊！你们都游经过这边，你为什么不派船来这边？那问题是你要把我卷入战争，这就不是所谓能源安全要去做护航来去维持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各国的有2个分散，现在开始在去强调。第一个分散，你要分散能源的比例，你不可以过于依赖某一个能源，那这就很重要的。那第2个分散呢，你要分散能源采购的来源。所以，像是日本在这一次的问题上，90%进口的能源是从中东进来，那这个对它的冲击就非常的大。中国大陆这边呢，它的能源分散30%不是来自于石化的这个能源，它的发电更大部分不是来自于石化，也就是说，石油或者是天然气，煤占了一定大的这个比例。那其他的像是水力或者是核电。这样子这种分散呢，你在面临到能源危机的时候，你的韧性、你的这个抗拒的能力啊，一定会加强。那所以我们台湾在这边方面是最差的，我们将近80%到90%是进口来源，然后绝大部分集中就是在油跟天然气。还好我们只有40%，各40%是来自于中东，但40%也是非常高。所以也是给了大家都一个警讯啦。好，这一次的能源危机呢，确实也让我们看到在国际关系上面，出现一些转变喽。因为现在菲律宾啊，它在这个能源的浩劫上可以说是被折磨得很痛苦，所以总统小马可仕出来喊话了，说希望修补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啦。还记得这2方呢，之前在南海对峙啊，在搭这个海警船还撞得火星四射，为了岛礁争议针锋相对。没想到这次能源危机一来，菲律宾这边是先扛不住了，成为全球第一个宣布能源紧急状态的国家。那马可仕政府当然也是态度180度大转变啦，就高喊哇，菲律宾要跟中国大陆关系重置啦，我们要寻求更多的合作，甚至南海的油气开发这个谈判呢，我们是不是该来推进一下？可见饿肚子比什么都有用。你一旦肚子饿了，不好意思，你的面子呢就要先摆一边，要先放下。但现在问题是，
北京要不要接这个橄榄枝呢？能源变数给了菲律宾一个走下台阶的机会，或者是让中国在之后的南海议题上是不是拿到了一张王牌了？教授，这不是橄榄枝了，这不是橄榄枝，不是橄榄枝，因为菲律宾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嘛。小马可斯在说这句话之前的前2天，他还动员了几十艘的这个渔船，跑到黄岩礁去。那中国大陆的海警船把他们赶走了，那彼此之间还很紧张，很对立。是。那小马可斯他的意思是说，哎呀，这个黄岩岛的主权的争议归主权争议，油气的开发归油气开发啊。然后我们跟中国大陆进口化肥，我们很感谢大陆啊，这个化肥没有给我们断啊这个根啊，因为春耕马上要开始了。对，没错。如果菲律宾拿不到中国的化肥，粮食危机喽，他们的粮食会危机。那中国大陆考虑的是这个菲律宾的人民的粮食危机的问题，所以给他发回跟小马可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中国大陆的基本的逻辑跟态度很简单，就是说这个人可信还是不可信。如果这个人翻来覆去的话不可信，大陆基本上来讲就不太跟你交往了。啊，例如说欧盟最典型嘛。欧盟的冯德莱恩翻来覆去嘛，变来变去，所以你看现在的欧盟，中国大陆基本上不跟他来往了，他是跟个别的国家来往，但是欧盟就把他晾在一边了，啊，所以小马可斯也是，刚上台的时候到中国大陆进行国事访问，一回来以后就撕毁了，就翻脸了，翻脸 OK 啊，那大陆到现在就不会跟你来往，那就彼此之间针锋相对，所以我觉得小马可斯说一套做一套的这个部分啊，他就又在那边装来弄去的时候，坦白讲，以大陆的眼光来看的话，你没有几年了，了解了，你剩下没几年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大陆按照他的节奏做，按照他的排出，但是小马可斯讲到嘴巴干了，口水喷光了。那大陆也是这样子来看待他，我个人认为小马可斯没有牌可以玩了，他也没有下台阶，大陆也不需要给他下台阶。那该怎么走就怎么走，该怎么开采油气就怎么开采油气。我个人认为小马可斯在中国的眼中已经不是一个咖了，就被看破手脚了。他根本不是一个咖，那也不过就是一个跟以杜特地的指控来说的话，他也不过是一个什么君子而已。了解。好，荷鲁兹海峡现在有一个意料之外，但是情理之中的双重标准现象，就是如果你的船只呢是支持美国跟以色列攻击行动的国家势力，那么你就会被毒死；反之，如果你是伊朗的友好国家，像是中国大陆还是俄罗斯，那么就而且愿意用人民币来结算石油的话呢，那荷鲁兹海峡不仅会欢迎你哦，还可能未来发这个快速通行证的计划。所以现在德意志银行给出了一个警告。就是说，这场战争呢，现在正在侵蚀石油美元的主导地位啊，成为一个催化剂。那一方倒，另一方就起来，起来的是谁呢？就是石油人民币这一个时代啊，找到了一个借力使力的支点。好，中国作为伊朗最大的石油买家，现在一个机会出来了，该怎么顺势来操作，运用这个机会来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一个好时机？将军你怎么看？这个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美国自己本身还没有页岩油，他跟中东买石油，那都付的都是美元，我们称之为石油美元。对，那中东国家拿了这些美元之后，他就去买美债。那美国钱借出去之后哈，他这个然后就去养美军，变成美元、美军、美债哈3个这个循环在一起，结合在一起。但是事隔多年以后，现在形势已经改变了。为什么人民币会崛起？第一个就是美国现在它本身的这种原料石油来讲，它本来从最大的进口国变成最大的出口国，它已经不再跟中东买石油的。这时候跟中东买石油交易量最大的反而是中国。中国因为这个工业的崛起，所以它需要更多的这种原料跟石油，所以中国变成全世界第1大能源的进出口。在这种状况下，当然中东国家用人民币来买石油是必然的哈。然后我们从去年沙特跟中国在用人民币结算，高达45%，这种数据是2023年的翻了1倍，就代表中东地区包括沙特哈，这些都愿意用这个人民币来购买石油。那为什么要用人民币购买石油呢？第一个当然是人民币它稳定跟可靠哈，然后各国都愿意要用，因为所以有一句话叫做留得进来也用得出去啊。